好，其实呢，川普他上任之后，确实他有很多的作为、作风、观念跟拜登完全不同。但是他这个到底有没有获得民意的支持？传出最新的一个支持民调，路透做出来，他的不满意度说是破50%，也就是呢，超过50%的人其实不满意他。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方向错了。53%的人觉得经济不在正轨上头，只有32%的人支持他处理通膨的表现。好，他其实上任之后呢，很大一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他是很好的 CEO， 他要把经济给搞好，而且呢要删减不必要的政府开支。目前最新一个举动是什么？他要删减驻中使馆人员，而且高达10%。但是呢，人都叫他回来美国，人才撤了，那美中之间关系会怎么样？他说，其实我自己跟他谈就好了。纽约时报讲法就是呢，有好多名顾问都讲了，说包括了中国赴美投资、采购美国商品等等，他希望是跟习近平面对面的解决问题。同时呢，他第一任的时候不就也有叫他要买美国商品吗？习近平呢，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也会同时要求美方减少部分的关税，还有高科技的出口管制，但是中方现在对于美方彼此之间的贸易已经跟4年前大不相同。好，因为4年前那个时候呢，包括了美国的玉米要跟美国买，好，大豆也要跟美国买。现在呢，这一些东西通通可以转单，包括巴西啊，包括其他南美的国家等等。两国的贸易依存度呢，包括对美的贸易占比也已经降到了11.2%，史上最低。那现在呢，如果说川普的关税剑指的是那一些小额小包裹800块钱以下的，那可能也没关系。原因是因为美国用户讲啦，自从他要收关税之后，在 Temu 买东西呢就变贵了，涨了1倍。但即便这样，好像也没有比 Amazon 还要来得贵，最后成本还是由国内的消费者来承担。所以呢，大家就在讲这场关税战到底打到了谁？王毅呢，现在跟美国各界人士在座谈的时候就讲了，其实大家最好的就是 win-win 嘛，希望能够互利共赢。只是这有没有可能让美国政府给听进去？目前呢，大陆这边的一些反制措施，包括在锂电池的部分已经停止锂技术的出口，而且呢，包括一个吸附剂过滤设备也已经开始呢停止出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上面的决策改变了下面的一些做法。再来的是稀土的开采控制，这个部分呢也已经有限制了组织跟个人不可以从事相关的开采，还有冶炼，这个都是中央政府直接下令，跟美国有来有往。美债的部分本来是最大的债主，现在已经降到了16年来的新低，再次的写下了2009年2月以来的16年新低纪录。而这一些呢，就让大家讲，三大持有国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在卖，日本还有英国也都同步的砍出美债，大卖了810亿美元。公债妙或不妙？其实很多人的看法是，这还是跟整个大景气，包括了股市，包括了债市这边有非常大的一个联动关系。那世界的景气除了要看美国之外，很多人看的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呢，现在拜访了这个日本的企业访问团，然后就说了，大家一起要来对抗川普的关税，同时也在中东这边跟阿拉伯国家加强了金融合作。这个其实从去年开始就陆续的在推动了。当川普呢，他想要退出多边、退出协作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空出空间，因为包括了在非洲这边，美方本来有要建一个铁路计划，一个走廊，但是不给钱啊，所以非洲现在可能就会转向中国。这个就是川普上任之后，在大概念的方向以及整体的价值观不同改变的时刻，也有可能就会造成美中之间势力稍长。请教肖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川普上任说要搞经济，但现在搞经济的不满意度破50%。本来因为现在还卡在物价还没有下跌啦，因为很多都聚焦在什么鸡蛋的价格说什么拜登杀了1亿只鸡啊，然后3个月到现在后遗症都还在，美国的日常用品就是还在高档，很贵，所以老百姓受不了嘛，因为他的所得并没有增加。那川普这根本就还没开始啊，
所以你现在去怪是川普造成的，这也不公道啦。因为川普真正的贸易战是对等关税，那4月初才会公布嘛。对。那现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也延1个月啊。是。所以实际上只有中国那个10%是启动了啦。对。那个是2月1号嘛。可是中国大陆的反制也2月10号启动。是。所以目前大概只有这个跟钢铝税是真的在做啦。所以这个要怪川普其实不对啦。我觉得还是因为生活并没有变好啦。那4月之后才见真章啦。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是贸易顺差2900多亿，是排第1啊。可是完全看不到要让步的迹象。对。所以我刚刚看到金灿荣贴了一个微博，说听到美国朋友跟他讲，说川普私底下在讲中国都是 F 开头的字啊，表示他气得要死。可是也没辙啊。你要直接跟中国对撞吗？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的出口只有11%。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今年的总贸易的顺差是1兆美元呢。你美国才2900啊，他再去弄别的地方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是2只大象那边僵住了啦。谁也不让了。所以你如果要我买你的玉米农产品，要我买你的天然气能源，你半导体给我解禁，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啦。就他也要有所得啦。我认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你如果继续对半导体继续禁，那人工智能也禁，那我也想办法在其他的供应链来找你的麻烦啊。是。所以你就会看到一大堆嘛。包括贵金属啦、稀土啦，还有什么电池的零组件啦，一大堆啦。那就看谁的气场啊。我觉得川普坦白说，美国的制造业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起得来啦。是。那你去得罪全世界的制造业，那老百姓的物价都上涨，你以为大家会来美国生产吗？你去看台积电的状况嘛。台积电到美国生产就是会变贵嘛。这个就是事实嘛。亮哥，可是问题是呢，当他想说要裁减这个政府开支的时候，把中国使馆也裁了，因为他期待是面对面谈话。下午的最新，川普说期待中方领袖访问美国。那大陆的外交部这边的回应就是说呢，现在有正就 TikTok 问题，川普有说真，中国这边在交谈，没有详细说明状况。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讲，就是认真落实2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与中方相向而行。意思就是好像，你也还没有具体的作为，那我们先有具体的成果再来讲。TikTok 根本不需要跟中国谈啊。因为川普要的是美国要持股50%嘛。对。那个字节跳动持股只有39.1%啊。你现在就可以去做啦，你美国就去买嘛。事实上，我跟你讲啦，除了软体银行之外，其他所有投资 TikTok 的那个基金，通通都是美国的。对。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嘛。因为川普又不在乎技术转移，如果有技术转移的问题，那就要去跟北京谈。目前这个议题没有浮上台面了。所以这是假议题啊。那他干嘛一直每天都喊说要跟他对话？完了，他要你买我的能源。因为他现在是 drill baby drill， 请问你要卖给谁了？你阿拉斯加全面开采，页岩油也要全面开采。那世界上现在俄乌战争又要结束，俄罗斯的油品也要回到世界市场。那大家为什么要买你美国的？你美国是世界最贵的。亚洲的油价、天然气价格比欧洲还贵啊，你美国是最便宜的。所以你的价格并没有吸引力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中东战争也要结束，俄乌战争也要结束，这个世界油品一大堆。人家为什么一定要买美国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有点从容不迫啦。我又没有什么一定栽在你手上，那大家就慢慢来嘛，看谁撑得久。你明年就有期中选举啊。对。你要不要得分？得分你就来跟我好好谈吧。
好，所以呢，就三天两头看到川普在讲说什么时候谈，什么时候谈，我好想跟你面对面的谈。今天又再讲了一次，然后中方这边的回应就是，那你就落实谈话，相向而行嘛。请教一下申峰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中美之间要谈的事情实在是蛮多。但是你只要跟着川普的羽翼来跳舞的话，那你就跟着他跳痛，累死。那不但累死啊，你根本抓不住。我举个例子，他说能源要卖，你知道，那美国有能源自己炼油厂，自己来炼油，炼出好的原油什么，点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因为油品跟炼油厂是要搭配的。对，加拿大他已经习惯使用加拿大的油进来炼它的油品的炼油厂，所以它的页岩油的那个油。跟他的炼油厂又有另外一套对，所以他会把原油卖掉不可他没有办法再自己搞我想那个谈起来啊，这不是我们这个短短的节目里面几分钟可以谈清楚，它有很多太大的一个细节。再过来看，美国这个民调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他元月20才就任，今天才几号？那就1个月多个几天，对然后去调查因为经济的原因产生的满意度。那假如美国是如此民粹到这样的程度，这个国家我也觉得很安心了，这差不多了嘛。不，这个是很自然，大家是对他当然是一个分裂的认知，就是有人认为他是神圣的不得了，有人认为是混蛋的不得了，是有这样的认知吗？那这个时候你要是用态度去做民调，可能有另外一个答案，但是用经济的角度去做这个民调，以我们常常做民调的人来看实在是看不太懂了，看不太懂。这个而且经过美国大选的结果，民调好像在社会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信赖度应该已经是降到最低了。不过呢，因为来讲是贸易，是18年开始打开贸易战，我就讲不会赢。不会赢的原因是，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日本，不是一个德国，也不是一个台湾，把所有的出口，把所有的经济相当大的程度都灌在美国的身上。举个例子，德国的汽车不能进口美国，那我告诉你，德国汽车全垮。日本的汽车不能进口美国，全垮。中国的汽车不进口美国，本来就没有进口所以这个里面相当是很大的你设定它的很多的项目，它把它全世界都可以卖可是德国的汽车那一种高档的汽车，除了在这一种大的市场之外，你能卖非洲你卖南美你那个销量是有限的，这个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也知道面对这个挑战，它不当鸵鸟。也不自我阿 Q， 他很现实的就把美国的出口额不断的在下降，所以他现在跟欧盟是最大贸易国嘛，他跟东协是最大贸易国嘛，那非洲是一个慢慢在成长的地方，等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都是一个对中国大陆的估判，在过去美国太顺风顺水了，一切都是必然的。最后我就讲那个欧洲那个铁路我简单的讲一下，那个铁路是2600公里。可是不要忘了3个国家，刚果金、尚比亚跟安哥拉，安哥拉那一段是1300多公里，那个中国大陆已经把它环修完毕了，花了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也完成。问题是美国说的要做的那一段有没有？还没有动工啦。然后呢，那个港口呢，因为这一条路最早是从刚果金所在的矿产能够在这个尚比亚的港口可以出去，那个港口中国大陆也盖好了。那现在就美国那一段还没做好了，所以美国不做就算了吧，请老中去做吧，反正人家速度比他快多了。请教岳老师。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因为时间长的话呢，大陆发觉是用太极拳面对拳击了就是说太极拳面对拳，就是说基本上以柔克刚的方式。因为川普为什么一心一意的想要跟这个大陆的这个习主席直接见面谈呢？最主要原因是他自信自己非常会谈判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对不对？对习近平讲说那要不然关税是一个很好的法宝什么的。
但是呢，大陆这边的话呢，就发觉呢，你让自己乱了。我自己遇到过，以前跟几个华为工程师在一起的话呢，我就说你们现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感觉痛不痛苦？他们是很痛苦，但是我们在等一个机会。我等什么机会？等美国自己大乱啊！现在美国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大乱的时候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民意调查对川普的不满，基本上是觉得说美国怎么这么乱了，乱得这么快啊！我跟你讲哈，这个一个巴掌数不清楚美国现在乱的事情啊！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太极拳表现的最好的就是王毅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他讲说啊，你说我们买俄罗斯的原油，我们这么大的需求量，我们不买俄罗斯的，买谁的啊？涉及到量，涉及到值，而且这价钱啊，那你本身来讲的话呢，中国本身来讲这个话，咱们没有话讲。讲完了以后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大陆目前为止啊，这个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是非常有序的出现，从这个10%的关税，从2月1号开始，到了2月10号里面的回应开始的话呢，那时候已经就很多讲的，大陆从2018年开始的准备，一步一步的来，现在的话呢，加锗啊，然后替。石墨通通都是禁止出口，稀土也禁止出口，一步一步慢慢来。然后另外的话呢，黄小玉、黄麦就黄豆、小麦、玉米的话呢，就是从进口当中不一定要美国啊，巴西也可以进口啊，澳洲也可以进口啊，就是让美国感觉到说这个生意就是越来越难做。而且这里面的话呢，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另外美债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几天呢有个消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马斯克公布的，就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啊，就是居然哇塞，不得了，活了120岁这不是300多岁，活到最高的是360岁啊。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问题的话呢，出现了非常多。我觉得美国本身的问题，它的贪污腐化以及它本身要做的事情，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现象，都导致于美国本身来讲就没有办法维持它原有的机制在运作。我后来就觉得美国怎么印钞票这么大方，然后发起钱来这么大方，和现在才搞得清楚，大家都在一起捞美国，在一起污美国，美国的情况是哪里受得了？所以大陆这个太极拳，我相信3个月内打就打出效果来了，美国自己要有很大的危机啊。好，刚刚讲到马斯克最近呢也被讲了，说到底是真实力还是假实力？带您来看，原因是因为呢，他现在承诺啦，说4个星期之内要救回2名受困的太空人。那个时候呢，其实是福斯在访问。川普就直接问马斯克说：“你什么时候要发射？”他就说：“大概4个星期吧，4个星期我也才能够把他们给接回来。”好，可是这2个人其实呢是已经在太空当中度过了8个月了。如果真的4个星期后你把他接回来，大概是3月19号，希望能够返回地球。川普呢现在在挑这个 NASA 局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认为马斯克呢这当中也有一些的意见掺着，那暗示未来是要转向火星去发展，也就是呢，本来讲的是月球计划，没有，现在变成了火星计划了。可是这过程当中还需要太多的粮草了，包括了航太报告、太空战略、资源，现在跟中国我们都比不上啊！人家中国现在呢，在太空这边，包括了空间站啊等等，人家的卫星、反飞弹。这个卫星飞弹、2用太空船，人家都比我们厉害许多，就是没有钱，请给我钱。而且呢，他们还讲了什么？讲说呢，美国其实很担心中方会不会在太空的历史性任务上面不是超越而已，而是军事化，那个才是重点。好。超越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嘛。本来说呢要把火星的样本2028年带回地球，但现在呢说要提早2年，把2030现在提早2年到2028 ，NASA 现在是2040，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部分呢确实是落后的。那习近平呢现在也要发展太空、发展航太这一些的内容，美国何尝不想发展？但这几年钱不够。人不够，所以现在找了马斯克一起来帮忙。而且呢，现在中方传出要在太空当中做太阳能的发电厂，这个蛮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呢，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在太空建轨道，然后有一个1公里宽的太阳能发电厂，就可以把光束这些电力直接传回地球。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哇，那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创举。同时呢，安全性的部分，2024 YR4。这个小行星说8年后有可能会撞地球，现在讲中方是已经部署了防御系统，让它呢目前几率变高，可是呢要让它撞不到
中方，然后同时呢，这个一动大小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星撞击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而这一些呢，都是在太空领域。另一个领域是什么？另一个领域是包括了大陆人跟 AI 这件事情。从今年过年开始呢 ，DeepSeek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关键字了，而且呢，还隐藏着对中方未来的一个发展评估。来自美国的麦肯锡说呢，有可能带来2兆美元的经济价值，因为人脑再加上人工，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引进了 DeepSeek， 要来做一些辅助的决策等等等。公安的部分是，同时呢，在马斯克最聪明的 AI 发布会当中 ，C 位给了这一位杭州95后的学霸，那负责的呢就是一个模型的研究。现在人才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美国就开始在分析了，说你看看，在美国现在呢，说有近40%的 AI 领域人才其实是来自中国的。那过往那个有一阵子很反华那个情绪，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始转一下了？同时呢 ，AI 其实有的时候跟军用也会有关系。现在呢说防水测出了一个新高度的原因，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中制的空拍机，说竟然有办法在水当中起飞，也就是呢，它不是在陆地当中起飞，是从水当中起飞。那是不是它已经可以跨界值了？以后有没有可能让解放军它在水上的作战能力就因此而突破？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双回路啦，就是脑机接口，也就是说呢，是不是有办法在双环路的情况之下，能够有更多完成不同能力还有任务的可能性？这一些呢，其实都是科技的突破，还有很重要的2个，其实就是一个研究上面，你到底有多少的国力的展现？所以现在呢，太空人已经被困8个月，这个真的是有点丢脸。现在赶快4个星期内把它接回来。对，那个当然是波音弄的一个，波音就是运他也很努力啊，啊，他也很努力。反正啊，马斯克把他们救回来，那当然就变成美国的英雄啦。对，我认为渐渐的，美国的 NASA 这个重大决策会被马斯克主导了。因为他有星链计划，也有各种这个 SpaceX 发射啊，所以。而且他本来就想要探火星嘛，对，那个火星计划也是他提出来的，是，所以整个他的权力会越来越大了啊。那他这个人毕竟还是商人嘛，不会只有理想主义说来打官僚啦，一定要有所得的啦啊。那 NASA 我觉得就是一个明显的目标啊。那此外可能还会包括低空经济啦，哦，比如说 Air Taxi 啊。那也是特斯拉，还有 Robot Taxi 哈，那个自动无人驾驶，美国的规则大概都是他来弄嘛，啊，那这个坦白讲就是美国的制造业硬体的部分，包括太空啊，包括无人驾驶，包括低空经济，通通都是特斯拉这样啊，这个大概是马斯克啦，所以川普还是有很多地方佩服他啦，是因为这个川普不会啊。所以就是有点由他来领导这样。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已经走出自己的路了嘛？对。那太空站包括月球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中国就是不要让美国知道啊。美国也无可奈何啊。而且美国如果要重启登月项目，坦白说，他这个登月已经很早了。他现在整个。包括人员的组建、培训，还有所有的设备要重建，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搞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就很麻烦，就中国搞月球，美国搞火星这样啊，各搞各的啊。可是我的感觉是，好像月球这边比较容易有成果了，因为月球的地表已经被发现有一些化合物、元素。那刚好是地球急缺的，然后跟核融合的产业有关，所以这个美国有点紧张啦。我知道有一个元素啦，好像是氚吧，那个地球非常稀有，那月球非常多，那另外一个 AI 啊，这个我觉得已经应验了啦，因为美国本来就有做过评估嘛，当人工智能逐渐外溢到各个领域，大家应用。那整体生产力大概可以
增加10到15%。那这个美国早就经过了，那中国才刚开始。所以为什么很多外资机构都重新对中国股市的技术权重在加码？因为比如说这个2兆美元，这个还是第一次我看到总体的数字。那这个当然就会表现为美国有一些投资银行自己已经先进去布局了啦。是。那接下来可能就 MSCI 啊，对中国的科技股权重就会做调整。那你可以看到港股先涨嘛？对。因为陆股会受到房地产一些东西的拖累嘛，所以港股涨得很凶啊。那这个会反映为中国金融的相应的变化。好，就是在这一波当中呢，从太空航太，然后一直呢到这个 AI， 然后到军用等等这些设施，这就是未来10年当中到底美中之间的较量跟较劲，一个国力的展现。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听来宾讲。我们刚讲到美中之间的对抗，现在看起来马斯克呢在太空战这边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了。请教顺phong老师。是，马斯克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大陆一样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个呢，现在呢，美国要把目标转到火星，是美国真的想转火星，或者是马斯克一直在谈火星，所以就转到了火星。你要讲，因为在 NASA 以前，似乎就月球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怎么忽然现在转变要到火星去了？是马斯克把月球变成了火星了啊。那至于说火星是不是未来人类太空的一个希望，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几件事情是蛮重要的。第一个呢，过去我们从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都告诉你一件事：人类有了太空的危机，唯一能解救我们的就是美国人。对吧？世界末日，对吧？彗星撞地球，不管是哪一个危机，最后是美国的英雄、美国的牺牲、美国的奉献解救了人类。中国大陆最近就是美国队长啊，不只是队长了。那呢，现在中国大陆终于拍出叫做《流浪地球1》《流浪地球2》，也告诉你，当人类有危机的时候，我也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责任。拍这个要是在10年前。15年前，这个叫做漫画，就是说这个叫做卡通片。但是今天中国大陆拍的这个片子，人家会认为你是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你在太空上已经成立了。这太空站在那个现在有2个太空站嘛，那个道奇站下来之后，可能在太空上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中国的太空站，而中国的太空站呢还有一个嘛，它全部写中文。这很多老外就很生气，尤其美国很生气。你为什么没有用英文？那为什么你们的太空站也是用英文的哦？这个当然我是讲这一个题外话，是告诉大家说，在整个的太空上，中国大陆在美国全力的封锁下，已经完全的建构出来了它的一个条件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这一题里面谈到的 DeepSeek， 也谈到了那个强脑，就是脑力神，这2个呢，通通都在杭州。还有上一节里面谈到的那个什么啊，那个是在苏州，这通在杭州，这杭州现在所谓的6小龙。对，那其中呢，这个 DeepSeek 我们大家知道以外，现在就长沙现在 CS DeepSeek 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说它把整个 AI 大模型现在跟整个的城市治理把它结合起来了。那这一个假如能够创造的成功的时候啊，这对未来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府治理、城市治理会大上了一层楼。另外一个呢，就是人脑科技啊，这强脑科技。我看过那个示范，我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它的厉害在哪里？就是说手段啊，那过去我们装了一个假手，现在这个假手呢，跟你的人脑跟渐变相结以后，你可以用你的脑波，用你的思维来控制这个手。所以我全身都瘫痪不能做，我坐在轮椅上，你也不用担心。只要我的眼睛还能动，我的脑还能动，我就能够用我的眼波去影响那个荧幕，来决定了整个的车子的前进。我想从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在美国领导的时代之外，也有一个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是我们等等的广告回来，要请魏老师帮我们总结。好。
节目最后，请苑老师总结。我看了那段影片哦，这个川普问马斯克说还要等多久才能够把这个威廉姆斯，因为他都快死了，你知道吧？啊，把他带回来啊，还是对啊，我跟你讲，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因为太空人把死在太空里头，直接丢到太空里面去，就不用埋葬了啊。没有。那结果马斯克他是有心的啊，他你知道吗？已经在外面待9个月了，然后他居然说还要4个月。他自己一大堆火箭整天人家飞来飞去的话，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他目的就要先搞垮 NASA 啊，因为原来 NASA 帮助他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波音公司什么的，对他来讲的话，反正总而言之的话，我认同了，马斯克就是个商人啊。他商人的话，把竞争对手搞垮以后，然后顺便来推动他的这个火星计划。那火星计划能不能成功，他不管的。大家晚安，我是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顺峰，子生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是这几天这个话题热烧影剧啊，原因是因为王大陆这两岸3地都很红的艺人发现说，哎呦，为了闪兵竟然花100万去作假，大家就开始问兵役这个问题哈。其实很多男生都会遇到啊，但是赖清德不有2个儿子吗？他的儿子到底有没有当兵？给问吗？今天联合报就直接用这样子写了一篇特稿，原因也是因为张启凯啊，其实他就直接问嘛，现在不是要40万民力训练吗？那赖清德儿子要不要回来训练？他当时呢就问了国防部长顾立雄，顾立雄的回答是我并不清楚。其实呢，在专访的时候，郑红怡那个时候选举嘛，他专访赖清德，他也曾经问他啊，说哎，别人拢讲哦，恁囡仔拢伫国外啦啊，所以别人囡仔死不了啦。赖清德怎么回应？说讲囡仔无迄个必要嘛哈，为什么要谈我的小孩呢？为啥还有在自己的人生啊？他可以自己去决定啊，而且强调他的老二已经回来台湾上班了。甚至呢，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曾经有过回应说，哎，是不是会依附儿子逃到美国去？如果两岸兵凶战危的时候，那个时候绿营还讲要这样讲的话，他们就会不排除提告。那到底人是会回来不回来，或有没有当过兵，这些事情呢？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讯息。为什么会讨论这个？原因是因为人家美国现在就在讲这件事情啊。川普的大儿子面对媒体直接回应了，说美国的军事力量是要聚焦在中国，但是不挑衅以避免战争。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不必要的去激怒中国呢？换句话说，真的有事情的时候，人家真的会出兵吗？经济学人则直接讲了，目前很明确的是，他们的战略中心在川普的主导之下会转到印太。可是呢，为了是要对抗中国，但并没有要挑起战争。欧洲这边要叫他们的盟友先靠自己。那大家就在讲，以前最喜欢讲的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一套。蔡英文不也曾经讲过吗？台湾跟乌克兰站在一起，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一像乌克兰那样跟美国挂在一起，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就是川普直接开骂乌克兰总统，讲得很直接啦，来听听他怎么说。Successful comedian President Zelensky talk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o spending $350 billion to go into a war that basically couldn't be won. Elections slow in the real Ukrainian polls. I mean, how can you be high with every city is being demolished? 讲的是不是很直接，而且非常直白？先说他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把美国给拖下去，花了数千亿美元，然后再呛他说，他现在还是总统吗？他现在反对进行选举，所以他是反对选举的独裁者。再呛他支持率只有4%而已，讲话句句都见骨，刀刀见骨。泽伦斯基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说，川普活在虚假的资讯世界里面，好像他知道的都是假讯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但现在川普说，你要我帮忙，要拿回扣，要有这个回报。好，所以呢，他说了，要向乌克兰索取5000亿美元的回报，同时呢，要掌握稀土天然气这一些战略矿产。虽然这一些被外媒认为是一种变相的经济殖民，德国的总理呢也认为说，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出口？可是川普他就是这样讲。川普现在的战略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包括呢，他
对俄罗斯之间也开始要领导人的会面，马克宏已经2度的召开欧洲紧急会议，担心的就是华府不再跟以前立场一样，我们要怎么办？同时呢，他们也继续推动俄罗斯的相关制裁，最新呢是禁止俄罗斯的原生铝进口，还有限制游戏机的销售等等等。川普看起来就是明确转向，因为什么时候见面呢？最早一个时间叫2月底，克里姆林宫这边的回应是说，可能啦，一直在准备，但也许需要再长一些的时间。但是他这么急着见普丁，有人就讲会不会因为前面嘛，转向印太要优先药物对抗中国，拉俄制中吗？好，中方学者说不能掉以轻心啦。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可以制衡中国，或是相对的拉俄反中的话，是不是太小瞧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了？那回过头，3个大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大家要看清楚、看仔细之外，亮哥，大家也很想知道，两岸之间如果真的兵凶战危，那赖总统的儿子到底有没有当兵？给问吗？我那个纳坦雅夫有2个儿子嘛，那2个都有服兵役啦。那大儿子去了美国，就不回来了，他待在佛罗里达，这个在以色列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是，就是以色列在作战，那纳坦雅夫为什么你儿子不回来呢？所以这种议题是有意义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路线是强硬路线嘛，你比较可能会引发战争嘛。纳坦雅夫就是强硬派啊，对，那赖清德也是啊，所以老百姓做这样的质疑是合理的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谁能够去掌握他2个儿子的资料了，因为后来纳坦雅夫的儿子在佛罗里达的房子被人家拍到，那就是大爆料啊，才会引发争端嘛所以如果赖清德始终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早晚会被爆料。早晚会被爆料，因为今年乌克兰的问题应该会到一个段落嘛。那很多人，比如说《经济学人》就直接写一篇文章，说今天是乌克兰，那下一个是不是台湾？就已经有人在发这个问题了那因为我们看到川普上来之后，他的立论几乎跟拜登是180度了。那川普现在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根据常识来做外交决策，是不要活在意识形态里面你乌克兰要面对现实啊，如果不是美国支持，你怎么可能打得下去啊？你每天都在死人嘛，那这个已经变成一个钱坑啊。对，那川普就做了一个大的判断，说我不要出钱了，我不要给你军火了，那你要不要谈判？那你如果不谈判他的条件就一直加码，比如说他跟普京通了电话，那就跟泽伦斯基说，我跟普京已经谈完了，我们要和平，你要不要配合？那泽伦斯基当然非常生气嘛，他被跳过去嘛，然后又派了一个财政部长来基辅跟他说，我们美国不能白花钱啊，所以你有一些矿要跟我们签协议啊，我要回本啊。怎么可以叫我亏呢？泽伦斯基更生气了，就讲了一段话，说任何跳过乌克兰签的有关乌克兰的协议，他一概不接受。对，那你要跟川普杠是不是？所以川普再进一步讲话，说泽伦斯基民调只有4%，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总统啊。因为乌克兰的宪法我跟你讲这一点，俄罗斯也研究过了。去年3月就要改选了，泽伦斯基用紧急状况没有选举那乌克兰的国会按照宪法规定是可以有紧急状况再延迟做下去，总统没有。所以川普就拿出他的杀手锏，说你总统要改选啊，不然你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总统啊。然后那个以前的那个总统普罗宣科都回来了，都准备要选举了。普罗宣科也是亲美的，那泽伦斯基现在就用紧急处分啊，说普罗宣科涉及泄密啊，要办他。我跟你讲川普接下来就是搞这个事情，
你还不配合我们哦，我就直接搞你，因为你的民调不到10%，乌克兰里面对你不满的人可多着嘞，是哇，所以我看泽伦斯基能够撑几天呢？啊，就说我就断粮了啦，啊，断粮了之后，乌克兰你前线的军饷你有办法付吗？这恐怕是个大问题哦。是，然后俄罗斯那边也出手，对，所以今天库尔斯克那边有突破性的进展。基本上那个苏贾，就是库尔斯克境内那个地方，大概快被攻下来了。而且俄罗斯还打进乌克兰，包围苏梅。我看你要怎样。所以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残酷了。美俄联手逼你上谈判桌，俄罗斯拿到领土，美国拿到稀土，乌克兰只能吃土。哎，后面还押韵来着，哎，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啊，今日乌克兰，明日的台湾呢、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只有民进党，只有1450，只有侧翼不敢面对，现在都在讨论罢免，没有人敢讨论乌克兰。不要不讨论了，那个罢免罢了以后还可以选呢、台湾挂了就没有机会了。他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杀了欧北部。这第一个，第二个，我现在可以这样子来说啊。第二个，我现在希望赖清德这个时候可以做以下3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啊。是，第一件事情就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因为这比较简单呐、第二件事情就发动欧盟的亲台湾的议员安排访问基辅啦，或者责任碰个面啦。第三个立陶宛跟台湾最好了，出个面拉拢泽连斯基跟这个谁赖清德见面，赖清德要跟泽连斯基讲一句话，不要相信美国，美国不可以怀疑，那多好啊！但他不在台湾告诉我们要相信美国不可以怀疑吗？那现在最好的对象就是告诉泽连斯基，相信美国不可以怀疑，川普一定给你加分。那川普现在最想听到有人帮他站这一句嘛，全世界没有人会站，赖清德好机会啊！民进党抱大腿，这个时候不抱，什么时候抱啊？好，第三个，这一场战争打下去现在已经有人预测了，说这个不是打下来，这场战争的结束的结局是这样子：美国南瓜资源不是稀土是包含了所有乌克兰的很多公司很多企业全部拿走南瓜资源。俄罗斯呢，该拿的领土全部都拿到，然后呢，欧盟欧洲国家拿到了高价的能源，以及因为沿路背负的债务。那乌克兰拿到了什么？就是家破人亡，这是他们各有所得。那只有中国大陆将来说不定还可以捡到一个东西那就是重建了，基建狂魔又有机会了。想一想，多悲哀的一个画面呢！而这个时候，台湾应该想的，不要想了，不要想会不会美俄联手来制中了，不会啦。理由很简单，当时中国跟美国联手制俄，它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中国大陆跟当时的苏联是翻脸的，而且中国大陆所有的重兵是摆在中俄边界的，因为他知道美国不会对他怎么样，但是苏联随时可以铁甲部队就向下南伸，这是一个很清楚。那美国呢？美国要解决越战，解决越战要找老共，那找老共要给老共什么 favor 呢？那就是说我们联手来对抗你那个最大的敌人你帮我解决越战，各方的利益都有那现在呢，中美俄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中国跟俄罗斯没有翻脸是背对背的好朋友那中国跟美国呢是有竞争，但你必须要合作不是敌我不可存在的矛盾然后再过来呢，中国也好，是俄罗斯也好，也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说乌克兰要解决，那跟二战可不一样了。二战是美国撑不下去了，现在乌克兰的问题是谁撑不下去？是美国撑不下去，乌克兰撑不下去只要有老共还在支援的，他的贸易所缺的中国大陆供应，你的能源跟粮食卖不了的，中国大陆买。你看，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一场仗是辛苦。中国俄罗斯是有压力，但是不像美国在越战已经打到他内部不解决，他内部是垮的地步了。所以那个时候见过了
所谓的这个呢年终制额啊，他有那样的条件，所以现在呢就急急忙忙要解年终制额，只有一个道理，就是不知道这中俄现在合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找机会啊，看来恶心一下，恶心归恶心啊，至少应该在你我可预见的未来的时光里，应该不会发现。而可怜的是乌克兰呐。是，请教一下岳老师。我觉得这里头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那么的可怜，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都是可以预言到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对于赖清德的小孩不想当兵的事情，大家知道啊，就是说是这个顾立雄跟郑红怡是他自己的人呢、居然都可以讲出来说不知道这种话。我不得不，我今天稍微想了一下，你要知道那时候宋楚瑜在选举的时候，他的儿子叫回来，里面的话呢就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不是有必要没必要的问题。说句良心话啊，为什么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他们都读军校啊？就是要稳定军心啊！你今天你要准备打仗的人，你怎么可以讲这种事情？郑红一问你的时候，你怎么讲没有必要？然后同时的话呢，说小孩已经回来工作，小孩回来工作就马上当兵啊！你要谴责王大陆啊！赖清德要谴责王大陆啊！我的小孩都当兵了，你怎么可以不当兵呢？啊，我都当过兵啊！啊，我当兵的过程很辛苦，但是本身来讲是一个义务啊，必须坦白讲。我在外国住的时候，你替国家当过兵的时候是一个光荣啊！不晓得为什么在台湾变成一个很丢脸，要怕死。如果你怕死，你就不要讲这种话嘛。所有人都应该有这种事情。赖清德你本身的话，从赖皮聊这事情，我觉得啊，那个自己家里原来的主错啊，那个什么的，我不管了。你这个小孩当兵的事情，你一定要交代一下。回来就要当兵啊，本来就要当兵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所有的男生，我们3个都男生，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对不对？而且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就要为国家服务。那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台湾跟乌克兰的话，在蔡英文底下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丢脸的。这个也是预料，我们坐在这边一直在讲乌克兰迟早面对这一天呢，这完完全全是预料的。我必须要坦白讲啊，川普今天为什么要放这个话？因为范斯先讲这句话，你永远不要批评川普啊，你批评川普会跟着反过来啊！你要耍流氓的话，我耍了流氓比你更凶。什么叫做小喜剧演员啊？从美国身上骗了3500亿啊！说他这个支持率只有4%啊！说他就这个在战时时候呢赖得不选啊！这个根本都是普丁教他的讲的话，这个话都已经说出来，真的是难听到极点。我说句良心话，这几天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我说，即使你再不想看国际新闻，你这几天看一看，因为21世纪发生这种情况，导致现在这样子的结果，难道会是意外吗？这完全都是料中的事情啊。另外，我最近要再讲一下，大家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样子好了啊，中国要紧张了，美国跟俄国要开始了。你真的以为俄国人这么傻吗？你以为普丁这么傻吗？你以为拉夫洛夫这么傻吗？我坦白讲一句话，民主制度的悲哀啊！4年以后换人做做看，结果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没有人负责，所有人拜托，乌克兰跟俄罗斯那边几10万条人命啊！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观念呢？你这种适度说变就变吗？你在这种情况下啊，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是说用常识就可以判断这打不下去。但是乌克兰这几天的话，对俄罗斯的攻势加紧，想把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延续下去，而制造出来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目前为止没有这么容易结束，因为英国啊、法国啊、德国啊，只要出一点钱，人是他们在死啊。我觉得说人类的悲剧莫此为生。